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遭逐玉平替围攻，流量演员如何杀出内娱生死场？当下，古装剧逐玉正处热播状态。从各项数据来判断，这部剧已然跻身爆剧行列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部剧成功实现了5个角色的出圈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全员出圈局面。随着这种情形的出现，网络上面传出了一种声音：压力最大的乃是邓为，原因在于剧中竟然出现了平替。一部剧怎样去确定是不是成为爆剧呢？首先得去看这部剧的各项数据，要清楚逐玉的云和占比超出90%之外的50%。接着的看有没有演员出圈。和长相思有4位主演出圈不同，逐玉直接有5位出圈。当这5个角色成功出圈之际，不少网友称邓为压力超大，原因在于他通过长相思建立的深情贵公子滤镜，正面临着新角色的直接竞争。从顶流到平替讨论的快速迭代预警，邓为凭借长相思中的涂山璟一角飞升为顶流。他饰演的涂山璟温润如玉，深情隐忍，不仅收割了观众的眼泪，更让他的微博粉丝数从100万飙升至1000万。这个角色成为了他的流量引爆点，直接得到了深情贵公子的滤镜。然而逐玉的热播推出了谢峥以及公孙锦，要知道公孙锦跟涂山璟走的全是温润如玉的路线。逐玉的男主张凌赫饰演的谢峥，凭借近190厘米的身高和导演精心雕琢的战损破碎感，被赞誉为统一全宇宙审美。他饰演的武安侯，人前是病弱赘婿，人后是隐忍复仇的战神，这种极致反差带来了强烈的戏剧张力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李青饰演的公孙锦，他被观众评价为全剧最正常的男人，情绪最稳定的男人。这个角色打破了古偶剧中男性角色或霸道或疯批的套路，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模板。一段谢峥和涂山璟各自伤好后首次露面存在被网友拿来比较的剧情，毕竟他俩走的也都是颜值惊艳路线。然而当其他演员也凭借这样的形象或者人设成功出圈之际，那邓为的不可替代性就会遭遇被动摇的状况了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直接反映了内娱流量更新是否已进入速生速替模式的现实问题。平替压力的具体来源分析，从角色人设的对比来看，邓为的涂山璟与逐玉中的多个角色存在明显的重叠度。涂山璟作为温润如玉、深情隐忍的贵公子形象，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在原著中，每当谢峥与樊长玉争执时，李怀安的名字都未曾被提及，生怕樊长玉因他而改变心意。这种设定本身就体现了温润角色在古偶剧中的核心竞争力。张凌赫饰演的谢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涂山璟有所不同，他饰演的落难侯爷谢峥是一个需要极致反差感的角色，表面是病弱温顺的赘婿，内里是背负血仇的铁血侯爷。但张凌赫的古装扮相无可挑剔，被赞为剑魔脸。这种视觉冲击力与涂山璟的温润如玉形成了直接的审美竞争。更为直接的竞争来自李青饰演的公孙锦。在众多角色纷纷走向疯狂和极端的时候，公孙锦却能保持情绪的稳定，并且拥有出色的共情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风趣幽默，学识渊博，即使面对强迫症和洁癖，也能轻松应对。无论是整理房间还是照顾孩子，他都能游刃有余。随着公孙锦人气攀升，扮演他的演员李青也吸引了大量忠实粉丝。这种相似角色引发的市场分流，直接考验着粉丝的忠诚度。内娱古装剧对深情贵公子模板的批量生产，客观上加剧了演员的可替代性。当观众发现
谢征为了取胜，可以不惜采用水淹卢城的毒计，也会对敌人实施开膛破肚、暴尸3日的残忍手段时，他们开始反思这类角色在现实中的适配度，转而青睐更为正常的角色设定。流量生态残酷性下的发展困境，邓魏走红后的发展轨迹，深刻揭示了流量生态的残酷性。爆红后的邓魏并未急于接戏，而是沉寂了近1年，直到2025年，他才带着首部男主剧《仙台有树》回归。这部剧对他意义重大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邓魏团队将保全压在了《仙台有树》上，甚至不惜推掉其他项目，只为打磨角色。然而发展过程并不顺利，《仙台有树》拍毕后，风月部相关的开拍又遭遇了波折。2025年9月初，一则邓魏新剧《风月部相关3度停拍的消息登上热搜，将这位长相思走红的顶流推上风口浪尖。据多方爆料，该剧因邓魏戏份严重缩水，连续10几天无戏可拍，导致投资方撤资，被迫停工。不到1个月，突然以梅雨季影响拍摄为由停工。风波平息后复工不到2周，又因资金链断裂停拍，直到投资方追加注资才得以继续。这种曝光断层对于刚刚迅速走红的明星而言，无疑是具有极大杀伤性的。在影视寒冬中，邓魏团队耗时1年筛选剧本，最终敲定《风月部相关》，却遭遇多重停拍困境。这对于任何流量演员来说都是严峻考验。流量维持困境包括社交媒体热度下滑、商业价值波动、新生代演员趁势抢占市场。这种现象并非个例，而是行业普遍现象。流量演员距波及巅峰的周期正在缩短，缺乏持续作品支撑的转型难题日益凸显。市场逻辑决定了资本与观众对新鲜感的追逐，这种追逐客观上加速了迭代进程。当逐玉这样的新剧推出，带着新鲜面孔和新颖角色设定时，原有顶流的市场空间就会受到挤压。从流量标签到演员护城河的构建路径，面对平替危机，流量演员需要思考如何构建自己的护城河。首要的是突破舒适区，避免重复同类角色，尝试反差性人物塑造。邓魏在《仙台有树》中饰演的苏易水背负师徒宿命，与女主展开一场身份互换的养成式虐恋。从预告片来看，邓魏的造型与演技均有突破，但这种突破是否足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，仍需要市场检验。演技独特性的提升是关键所在，通过表演层次、台词功底等专业能力建立辨识度，比依赖单一角色标签更为重要。行业数据显示，2025年观众选择剧集时，演员演技口碑的重要度首次超过演员知名度，达62%。这意味着观众审美正在成熟，不再为流量艺人的颜值滤镜买单，而是更看重角色塑造的立体感、演技表达的层次感。戏路拓宽策略同样重要，涉足现实题材、悬疑、职业剧等多元化赛道，从形似转向神似，强化角色内在独特性。曾经一部甜宠剧加话题营销就能出圈的路径已然失效，取而代之的是作品矩阵加口碑沉淀的长期主义路线。无论是85花的转型突围，90花的稳扎稳打，还是95花的弯道超车，都离不开对作品加口碑双硬核的坚守。稳定曝光与长期规划不可或缺，保持合理进组频率，平衡质量与数量。通过综艺、时尚活动、社会责任项目等多渠道维持公众关注度，选择具有突破性的创作团队，强化演员而非流量定位。影视项目选角时流量指数权重已从3年前的45%降至12%，而过往作品豆瓣均分、
奖项获得情况权重分别升至35%和28%。这一数据变化清晰地指出了行业方向。危机中的转机、不可替代性何以可能？邓卫的平替危机实际上是内娱流量迭代加速的缩影，但同时也是演员转型的契机。行业正在经历深度变革，流量退潮后，作品成为艺人立足的核心根基。实力匹配取代流量适配成为主流规则。头部 S 加级项目不再迷信流量数据，而是优先选择演技扎实、角色适配度高的艺人。资本驱动下的同质化竞争需要回归内容与演技本位。辛芷蕾的突围之路堪称类型深耕加国际破壁的典范，她主动减少甜宠题材接拍，将重心转向现实题材与文艺电影，最终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。赵丽颖则走出了国民度加专业性双提升的转型路径，从花千骨的流量巅峰到风吹半夏的转型尝试，完成了从流量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。流量演员应如何看待竞争？如何通过长期主义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？关键在于建立独特价值，穿越周期。肖战凭借《陈情令》引爆全球华语圈后，迅速通过《斗罗大陆玉骨遥》构建起东方奇幻宇宙。黄景瑜则深耕军旅题材，《红海行动》《破冰行动》等作品使其成为硬汉专业户。其阳刚气质与动作戏的完美适配，填补了内娱军事题材的演员空白。回归邓卫压力超大的命题，压力本身也是一种动力。当逐狱中的温润军师成为国民老公，当新生代演员凭借新鲜感抢占市场，这恰恰提醒所有演员，唯有建立独特价值，方能在瞬息万变的内娱生态中站稳脚跟。从流量标签到演员护城河的转变，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必然选择，更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。你认为内娱演员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不可替代？